嗨，大家好，我是雷哥。现在我们人在松山机场，这也是单车骑行川藏线的 Day 0移动日。因为成都比较远，不像去日本一样可以直接一趟飞机可以抵达，是可以啦，但是票价就很贵，所以这次就选择比较便宜的机票，大概8000块，但是你要花上1天的时间都在转机。这次的出发地也不是桃园机场了，改成松山机场。第一站我们要先飞往上海的虹桥机场，接着再转个航厦，从上海再继续飞到成都。真的飞抵达成都已经是明天的中午12点了，所以等于是花了2天的时间在移动。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看完《我推的孩子》第3季最后一集长达50分钟的影片之后，也终于摆脱了那2件自行车大件行李，只剩下一个包包，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慢慢逛。现在的肚子是有一点点饿，但是这一次的东方航空等一下上去还有飞机餐，但有时候不是理性想不想吃的问题，就是有那个时间不知道要干嘛就想吃一波。虽然这一次成都到西藏拉萨的 G318 公路都还没开始骑乘，预计要骑26天，今天完完全全还在移动日，但是就忍不住开始花钱了。然后大家最关心的部分，自行车行李的部分，东方航空是最长边在158以下，长宽高合计我刚刚在柜台好像听到说没有特别规定，但我查到的规定好像是在260以下。之前我也有打电话或者说发 email 去问过东方航空，看起来是比较宽松的，也不需要像之前搭的廉价航空一样需要事前的申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Shanghai Hongqiao International Airport. 香港的话走哪边？有没有办过快捷？没有。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没有。抵达了虹桥机场，目前正在后面等待行李当中。虽然刚出境人还排队蛮长的，但是我觉得消化的速度也很快，没有等待的感觉。虹桥机场也有分 T1 跟 T2 2个航厦，通常国际线会集中在一个航厦，转机前往国内线的话又会换一个航厦。再加上因为是明天早上才要飞往成都的原因，所以行李要先拿出来提取。所以今天等一下晚上的计划要怎么过夜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感觉速度真的蛮快的，才刚出来行李就已经搞定好了。当然，自行车我相信要等的比较久了。海关它这个门很窄，因为如果可以竖起来呢，建议还是竖起来。好，谢谢。那直接现在竖起来吧。谢谢。哦，不用谢了。真的不是我讲错 retake 太多次了，真的我才讲话讲到一半，连自行车行李也来了。再次温馨提醒一下，这一次 G318 国道骑行川藏线是没有收到任何的赞助与任何人的邀请的，只是出自于我个人对于高山爬山难度的向往。过程中有让我觉得厉害漂亮的，该称赞的都会称赞。我相信在日常人民之间的对话沟通交流之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或者说文化差异。就像刚刚的警察大哥也非常热心的帮我搬直这一个脚踏车行李，让我等一下可以迅速的通往海关。讲到这边，大家一定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不直接飞上海的另外一个机场浦东机场？既是新机场，可以行李直挂，又不用换航厦。说到头来，当然就是票价的问题啊！我也想提前预习一下浦东机场。好了，现在时间晚上7点半，因为明天起飞要换到另外一个航厦，所以我们现在先前往第2航厦，之后我们看一下要怎么去处理行李以及晚上住宿的问题咯。这一条路一直走就可以到地铁10号线，我记得只要人民币3块钱坐1站就可以到第2航厦。当然，一个人带着一个行李箱拖着走是没问题，但是加上后面这一堆，我就有点烦恼了。不好意思，我这些行李想要到那个第2航厦。没问题，那边有辆大车，那个是7座的车，空间比较大，它的起步价是19。如果你打到T2航站楼的话，应该不超过30块钱。第二司机啊，脚踏车。欢迎乘坐强生出租汽车 ，Hello Passenger。从第1航厦搭计程车花了28块人民币，折合台币大概100到150之间吧。现在抵达了第2航厦，明天也要从这边出发前往成都。刚刚也去寄放了2件大件的行李，2件超大行李合计起来人民币100块，折合台币450块。现在时间大约晚上9点，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在这边待到明天早上6点又不舒服。机场的附近当然也有饭店，但是价格大概约是台币2000块左右，所以我刚刚稍微想了一下，我们挑一间便宜台币250块钱的背包客栈。可是那一间背包客栈距离虹桥机场第2航厦要走8公里，明天就要正式骑车了，当然不可能用走的，所以我在高
德地图上面查到了一个拼好车，计程车再加上背包客栈的价格换算起来，台币也不到500块，完完全全可以接受啦，不要让自己过得这么苦。再加上上海也不会只来这一次，为了明年的路线要先预习一下。我刚刚也在飞机上面往下看看车流量啊、道路的宽度啊，适不适合骑脚踏车之类的，搞不好明年就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也说不定。坐一个地铁2号线好了，发现我要住的地方地铁再转走路可以到。上下车。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怎么感觉一直在绕圈走不出去？就是一个圈圈的范围，一直走不出去，被困在里面。算了，回去地铁，去另外一个出口尝试看一看。地铁2号线坐2站是花了14块钱台币，这个多少？给你15块钱2个。好啊，这10块钱1个了，给你152个，好吧？好啊，那个要不要？15两。啊，没关系，谢谢。支付宝到账15谢谢。好，谢谢。好啦，现在也抵达背包客栈，价格还真的是台币250块。这也是这一次川藏线 G318之旅我之所以没有带帐篷睡袋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整条路线的总爬升实在是太硬了，第二个就是价格就便宜啊，我花250块就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一晚，干嘛还要在野外搭帐篷？花小小钱就可以让你爬坡变得轻松，而且距离进度推进的更远，实质上绝对是划算的。在我身后的就是上海虹桥的国家会展中心，奇怪，明明就这么近，可是刚刚走路还要绕一大圈，从小区的外面找到入口之后再进来。明天早上再看一下能不能直接走出去，但是现在后面黑黑的那个地方其实是围栏。先来简单发表一下第一天我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感想好了。我认为就是有些地方真的要去过来过才知道。印象中脑海里面上海就是一个超级大都市，塞满3000万人。不知道是不是地区的关系，实际来到虹桥机场的这个区域，我觉得空间还蛮宽阔的。时间晚上9点，路很大条，但是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车，又很安静。当然在市中心，什么东方明珠之塔，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可能也是实际要去过才知道了。再来就是每个地方都有特色，像我刚刚在地铁出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爷爷要收摊了。平常在台湾我真的不会主动去买水果，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太贵了，第二个吃起来不方便，尤其是草莓，印象中我好像5、6年以上都没有吃过了，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卖的太贵了。但是刚刚看到老阿伯卖的草莓，一整盒大盒的，直接算我2盒15块，甚至还要再送我1盒，反正也卖不出去，我就连忙说不用了，2盒已经很够吃了。人民币15块，折合台币大约70-80块，那2盒如果放在台币卖的话，我觉得可能要200-300哦。沿途遇到的警察、接待人员、服务人员也都很友善。当然，中国跟台湾在文化上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台湾讲话比较委婉，中国就比较直截了当。但就单纯只是讲话直接一点，你还是可以感受到人家其实态度很好，非常有热心，想要把你服务到好的这种感觉。当然，在路上的见警率也非常的高，所以原本想在路上边讲话边拍，看到警察我都不好意思了。当然 ，X 光机的数量也不少，可以说是防卫的毫无死角。要进去机场啊，进去高铁站啊，甚至进去个小地点，全部都要过 X 光机。当然，我是过来旅行的，没有携带什么危险物品，就没有什么关系。回到刚刚讲的结论，文化真的是要实际过来才知道。中国也很大。刚在路上也有听到很多种不同的口音，有些听得懂，有些听不懂。包含今天所住的上海虹桥，等到明天早上出发飞往成都之后，可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景观。刚刚我看到超市，其实我是很想进去的。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超市，是了解这个地方最好的方式。你可以从一间超市的种类、物价去判断这个地方盛产什么。可能离海比较近的地方，海鲜就比较便宜之类的，可以去反推出很多东西。所以这一集就比较特殊，我们先不在这边做结尾，我们不用单纯的天数去做一个区分，我们把上海虹桥所有都集中在同一集。明天成都开始正式骑车的时候，再变到第2集的影片咯。那就先回去洗一下草莓，吃一下，再看一下要不要洗澡。今天没有流太多汗，现在上海的这个天气，大约体感气温18度是最舒服的。
早安，现在是早上5点半的上海，气温10度，还是有点冷的。但是我其他衣服全部都放在行李里面，所以在太阳升起之前，就只能顶着这个单薄的低温走往地铁站啊。上海地铁站，我这边看首班车是6点10分。现在大家看到的风景就是昨天晚上住宿的小区，这边其实是一个区块，要往外走到大马路，其实跨过围墙就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出去，不然蛮近的。虽然这个小区全部都是住宅区，但是昨天还是有看到超市，还有简单的小卖部，只是跟台湾相比，还是要走一大段距离。虽然说是上海市区的外围，但是我体感觉比较像郊区。蓝色的这个叫约顺风车，用哈罗 APP， 黄色的就是美团微信扫码，然后上面的告示牌写着禁止停放小黄车，但是停了一大堆小黄车。这就是我说的跟日本相比，我觉得比较安心的地方，就是没有必要到那么守规则。昨天在地铁站外面也有看到美团的共享自行车，只是我还搞不清楚规则是不是真的像这样子随到随停，还是会有画一些 area， 也不知道是不是微信、支付宝扫一扫就可以直接用了，但静静的就先不尝试啦。昨天我说的走一个路口就到了的意思，就是这整个大方块，所以你是要这一条路走到前面的路口之后，再转往左边那一块圆形的建筑物才是地铁站，在视野范围里面走一个直角而已，大概就要1公里左右。昨天也有看别人是怎么过马路的，基本上我在上海这边的感觉是车子会让，但是你也要赶走，你赶走车子就会让你。刚刚拍照拍到一半也是吓到，看到前面穿着衣服很像警察的人恶狠狠的走过来，然后非常凶狠的骑走了前面的小黄公共自行车，我还以为是我在这边不能拍照还是怎么样的。那这边也有写说此处沿线禁止停放非机动车，但是昨天晚上的影片也看到嘛，这整排还是停满了，不知道是接送还是外卖的电瓶车，就如同大家现在画面看到的一样，就路就是这么大，条地就是这么大，你要回家的最后那1里路真的是比较花时间。反正地方大，空间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近，也不用那么拘谨，就算停满了一排违停的车子，这一条大马路我相信也是不会塞车啦。这如同大家所看到的，这些站点它是有分进跟出的动向。进站需要通过安检，过 X 光机；出站就不用。反正地方大，过安检的时候不需要排队，倒是对我来讲还好。这是搁这儿买的，多便宜23块，不贵，挺贵呀。瞅着挺有食欲啊。小帅给我问件事呗。我要去这个地方。我不确定，我也是外地人啊。谢谢。咱都没来过，咱来也不等于过7点多。这个便当真的是好吃，台币103块，而且加热的非常非常的热。虽然是微波的，但是很有现炒的感觉，而且每一口都是扎实的肉。虽然以中国的物价来说，这样的便当台币103块有点偏贵。但是以台湾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料多实在。同样是 7-Eleven， 台湾的物价现在已经只能买到一碗只有几条培根的意大利面了吧？完了，热量1005大卡，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你可以说它料多实在，你也可以说它热量爆表。补充一下吃完之后的感想，有没有看到现在满身大汗？哇，好油好辣！在我印象中，台湾早期也有这种偏油偏辣的食品，但是近5年饮食业走向健康化，你在超商不会买到这么重油重咸辣的东西。虽然我没有在看抖音，但是我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抖音移植到 YouTube 的短影音，什么10元的东北饭包啊，重庆酸辣，吃个土豆泥还要淋上一勺热油，然后调味料加好加满。说真的，前面4、5口下去真的是非常过瘾，非常爽。我也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油的东西了，但吃到后面真的是一口配菜，然后一大勺白饭去冲淡那个味道。然后我真的是不太能吃辣，明明外面10度的天气，现在吃一吃满身流汗通红。昨天晚上抵达虹桥的时候，人潮没有这么多，但是一到了白天正常飞机起降的时间之后，不管是下面的地铁站、思域铁，甚至说后面的飞机，人潮也开始涌现。柜台的分工分区蛮明确的，所以就算这么多人消化起来，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等待的感觉。在我身后的就是昨天搭计程车抵达的虹桥机场第2航厦国内线。虽然这一次没有时间好好体会上海的人文文化魅力，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搭飞机前往成都双流机场。
场进行我们的 G318骑行之旅。大家可能不知道 ，G318其实是一条非常长的公路，不只有最精华的川藏线。G318的起点其实是在上海的，非常可惜，这一次没有办法直接从上海的 G318 0K 直接开启。未来搞不好有机会我会重返这一条公路，骑个彻底也说不定哦。通过了虹桥机场的安检，这一次就有点等待的感觉了，因为它检查的很细，包含我包包里面非常小型1-2000毫安时的电池也全部都要拿出来。但是也可以理解，之前在新闻上面也有看到，好像烧掉了一台飞机嘛，每一颗电池全部都拿出来，小小一袋，分了3个行李箱去通过 X 光。上次去北海道，我带了3颗2万毫安时的行动电源，大家猜猜看，我这次川藏线带了几颗？0颗，1颗都没有带。不是说我用不到，其实我现在也很不安。但是现在在中国，除了要在100瓦时以下，你还要再搭配上3C 认证。你在台湾买的行动电源都不会有中国的3C 认证。国内线转机的时候，这个电源是没有办法带上飞机的。保险等到下飞机到成都，在现场再买1颗25000毫安时的行动电源。这一次每天都有住宿，所以就不需要这么多行动电源全部都用上了。精神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没有一趟旅程的一开始精神是好的，通常都是在一个兴奋没有睡好之间去做一个开始，但这也代表着充满了期待。这一集我们上海虹桥的影片就到这边，等一下我们落地之后到成都开始组车，就变成川藏线 Day 1的正式影片咯。下一集就会是真正组车开始骑起来，虽然是短程，应该还到不了雅安的影片。有关于骑车的细节，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开始正式说。相信现在的我比荧幕前的任何观众都更加期待接下来准备开始的旅程。那我们下集影片成都正式出发再见，拜拜。